提到人口老龄化，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什么？是不断增加的医疗支出、沉重的养老金负担，还是劳动力减少带来的社会压力？但新加坡正在用一种完全不同的视角看待这件事。他看到的不只是社会结构的变化，而是一个正在爆发、充满潜力的健康消费市场。根据全球养生研究所的报告，2024年新加坡康养经济规模已达232亿美元，折合近300亿新元，其年均增长率达到 8.2%， 不仅超越了全球 7.9% 的平均增幅，人均健康与养生支出更是高达3845美元，远超亚洲地区的平均水平。这意味着健康早已不只是医疗系统里的一个成本项目，而是蜕变成了一个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引擎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新加坡到底是怎么把健康养生这盘棋做成一门近300亿新元的大产业？要把这个现象说清楚，首先需要打破一个固有观念，很多人一听到康养或养生，就容易把它和传统的医院收入划等号。实际上，这笔巨额消费的覆盖面远远超出了医院的范畴。过去的传统医疗经济逻辑很简单，生病了，去医院治疗。但现代康养经济的链条要长得多，从运动、营养、健康管理、预防，到医疗、康复，再到长寿管理，这是一整条线。在新加坡，养生经济覆盖了11个细分领域，规模最大的是个人护理与美容，2024年产值就达到了约70亿美元。养生旅游方面，入境养生旅客在2024年就突破100万人次，平均每趟消费约1647美元。水疗方面，新加坡有1195家水疗机构，所以所谓康养经济，本质上不是一个行业，而是一条横跨医疗、旅游、地产、消费和科技的产业链。它把原本分散在不同领域的健康消费全部串在了一起。那么第二个问题来了，为什么面对同样的人口趋势，新加坡能够顺畅地把健康需求转化为巨大的商业机会？有人可能会说，因为新加坡有钱，但光是钱不够。新加坡打出的是一套组合牌，第一张牌是医疗体系。新加坡拥有成熟的医疗体系和较高的国际认可度，这意味着它可以把基础医疗、专科医疗、高端医疗和健康管理串联起来。对于高净值人群而言，医疗信任本身就是一种消费价值。全球养生研究所主席兼 CEO Suzy Ellis 指出，新加坡的优势在于它的整体性方法，把自然、基础设施、预防保健、运动，基于科学的健康与长寿倡议，融入居民和游客的日常体验中。第二张牌更特别，新加坡这座城市本身就是康养基础设施，它没有日本的温泉资源，也没有瑞士的山地资源，但它有高密度城市公园、步行系统、社区运动空间、清洁安全的城市环境、高质量酒店和国际化服务。新加坡的康养模式不是去一个偏远度假村养生，而是在一座高效率城市里完成健康生活。全球养生研究所的评价很直接，新加坡是全球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之一，展示了如何将健康融入城市生活的机理。第三张牌是地理位置的天然优势。新加坡身处亚洲中心，周边有大量高净值人群，中国、印度、印尼、马来西亚、泰国，整个亚洲的健康消费需求都在上升。新加坡本地市场不需要特别大，只要能够成为区域健康服务中心，就能赚整个亚洲的钱。但真正让新加坡和别处拉开差距的，是政府的提前布局。2022年，新加坡推出了健康 SG 计划。这个计划的核心逻辑非常简单，把医疗体系的重心从治病转向预防。传统政府卫生政策通常是生病了，政府怎么治？而健康 SG 问的是另一个问题，怎样让居民尽量不生病？具体怎么做？每个新加坡公民和永久居民可以选择一名固定的全科医生，和医生一起制定一套个性化的保健护理计划。医生会根据个人健康状况推荐体检、
疫苗接种以及生活方式调整建议。三大医疗集群：新保集团、国大医学组织和国立健保集团，与保健促进局、互联中心、新加坡体育理事会等机构合作，为居民提供运动、饮食等各方面的支持。听起来像是在花钱，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，这是一笔非常划算的长期投资。如果居民更健康，未来昂贵的医疗支出就会减少，同时新的健康消费需求又会持续产生。于是出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双赢结构，政府降低长期医疗压力，企业获得新的健康消费市场，居民获得更长的健康寿命。政策的底层逻辑打通之后，企业的钱到底从哪里来？这才是整件事最值得分析的部分。过去只有生病才消费，现在健康时也能消费，体检、营养、健身、美容、SPA 全是市场。来佛士医疗集团今年启用了健康长寿中心，结合先进诊断和个性化干预，强调健康管理要从30到50岁开始，这意味着消费市场覆盖整个成年人群。旅游方面，养生游客人均消费1647美元，远高于普通游客。旅游局正将新加坡打造成城市康养圣地，滨海南大型综合康养项目预计2030年开业，每年吸引约200万访客。房地产也在进入康养赛道，凯德集团推出首个健康医疗主题房地产基金，目标规模10亿新元。住宅开始关注步行空间、运动设施、绿化和社区健康活动。高端酒店如四季酒店与健康长寿诊所合作，提供基于证据的健康优化服务。你会发现，新加坡的康养经济不是某一个行业的独角戏，而是医疗、旅游、地产、科技、金融、服务业共同参与的集体行动。随着社会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升，人们的平均寿命不断延长。过去人们习惯将60岁之后视为纯粹的退休养老阶段，而在今天，这往往意味着还有20-30年甚至更长的高品质生活期。这就催生了一个全新的概念，长寿经济。它覆盖养老、医疗、保险、旅游、健身、营养、娱乐、金融、房地产、科技等方方面面。老年人的角色在发生变化，他们不只是福利对象，也是消费者、投资者和服务需求方。纵观康养产业的发展轨迹，整个行业正在经历3次明显的升级。第一次升级，医疗经济大于解决生病后如何治疗；第二次升级，健康经济大于解决平时如何少生病；第三次升级，长寿经济大于解决如何延长健康寿命。在人工智能、生物科技、数字医疗和精准营养等技术的加持下，产业的发展空间被进一步拓宽。新加坡的竞争优势在于，它将成熟的医疗体系、繁荣的金融中心、前沿的科技能力、高效的城市治理、发达的国际旅游业以及丰富的高净值资源有机结合在一起。这种多要素的交融，让分散的健康消费需求得以高效整合，形成强大的合力。所以，接近300亿新元的康养经济，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数字本身，而是新加坡正在重新定义一件事：健康不只是医疗部门的事，它可以成为旅游、地产、科技、金融和服务业共同参与的新产业。当一个国家从治疗疾病转向管理健康，从延长寿命转向延长健康寿命，改变的不仅是医疗体系，而是整套经济结构。新加坡真正想抓住的，不是300亿的市场，而是未来亚洲数亿人进入长寿时代后，谁来提供他们需要的健康服务。如果新加坡能把医疗、科技、旅游、城市生活和金融服务继续连接起来，今天的300亿或许只是起点。如果有一天，你所在的城市也能在步行范围内完成体检、健身、健康管理和休闲放松，你会为此多花多少钱？欢迎在评论区聊聊你的看法。